空腹时，尽管食物暂时没有进入消化系统，肠胃仍然在继续进行一些活动，比如一、肠胃蠕动和自洁。空腹期间，肠道肌肉会周期性地进行蠕动，有助于将残余食物、消化液等推向肠道的下部，然后排出体外。这种蠕动有助于保持肠道的清洁，是肠道维持健康的一部分。二、促进自食作用。断食可以激活自食作用，帮助清除旧的或受损的细胞部件，从而促进肠胃及身体健康。三、胃黏膜维护和修复。空腹期间，胃壁内的黏膜会继续分泌粘液，以保护胃壁不受胃酸的腐蚀，有助于维护胃壁的健康状态。而且空腹时没有食物的刺激，胃壁的黏膜细胞可以更好地进行修复和再生，以保持其完整性、功能和健康的状态。四、胃液分泌。空腹期间，即使没有食物进入胃部，胃黏膜仍会分泌胃酸、胃蛋白酶等消化液体，这有助于准备消化食物的环境，以便当食物进入胃时，能够有效地进行消化和吸收。胃液的分泌也有助于维持胃的酸碱平衡和杀灭可能进入胃部的细菌。五、肠胃和消化器官的休息。空腹时，因为没有新的食物进入，需要进行消化和吸收，肠胃以及肝脏、胰脏等消化辅助器官也有机会休息和恢复，减少这些器官的操劳。六、重塑肠道菌群。在断食期间，食物摄入减少，这种环境不利于害菌的生长，一些有害的细菌会相应减少。进食的时候，配合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能促进益菌生长，让肠胃更健康。七、降低炎症。断食期间，肠道细胞不再暴露于常规食物的刺激，这可以降低肠道发炎的几率，并且避免肠道发炎恶化成更严重的肠胃疾病。总的来说，即使在空腹时，消化系统仍然保持活跃，仍在进行维护和准备工作，以维持肠道的正常功能，并为未来摄入的食物做好准备。这些活动有助于维持消化系统的健康状态，所以在一天当中减少进食的次数，尽量让肠胃维持在清空和无负担的状态，是对肠胃最好的保养。而且空腹期间，肠胃不用工作，更多的能量和资源可以给到其他身体部位，提升各个部位的功能。比如，更多能量可以去到大脑，提升大脑的专注力和清晰度，或者更多的资源和能量可以给到免疫系统，提升身体的免疫力等等。所以断食能间接地提升身体各个系统的机能和身体整体的健康。很多人有的经验是，通过断食，各种之前为之困扰的小毛病都得到改善，甚至痊愈。还有一个重点是，不要用节食减重。很多人认为断食会伤害肠胃，事实上不是断食伤害了肠胃，而是节食造成营养不良，从而造成肠胃和身体各个器官的机能下降。断食和节食并不一样，断食主要控制进食时间，量不控制，可以吃均衡饮食，吃到自然饱。人体需要的营养总量并不多，而是需要多元化的营养。一天一餐断食期间，建议蛋白质或肉类控制在低于1个拳头的量，然后多摄取各种类的蔬菜、水果、谷粮、豆类等等，尽量让餐盘有5种颜色以上的天然原型食材的食物，包括红、黄、橙、绿、紫、白、米、黑、褐色等等，能确保营养摄取更完整。剩余的热量需求可以通过优质淀粉和脂肪来补足，而节食是吃极少量而且很单一的食物，很难得到均衡的营养，长期下来会营养不良。如果少吃多餐的话，则很容易吃过量，导致体重不下降。所以只要做到保持营养均衡这一点，断食不会伤害肠胃，并且能让肠胃更加健康。如果现有肠胃问题，可以先从短时间的断食做起，
比如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，让肠胃慢慢修复，再延长空腹时间。